智慧型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随身物品，一旦不小心弄丢，往往让人心急如焚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宁愿连续加班1个月，7天不洗澡，甚至做出夸张举动，也不愿手机遗失。可见手机对现代人有多重要。但如果手机真的不见了，你知道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吗？许多人直觉反应是赶紧报警求助，然而第一步其实不是报警。若处理不当，在你报警还没结果时，你手机里的个人资料和钱财可能已经一并遭殃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每天都在给手机充电，你是否习惯每次都把电池充到 100%？ 不少人觉得电量充满才安心，甚至新手机还会充电12小时开光这样的做法。但手机电池真的需要充到 100% 吗？其实，错误的充电观念可能在无形中伤害你的电池健康，让电池寿命缩短。今天我们就要深入探讨这2个生活中常见又被忽略的问题：手机遗失时的正确处理步骤，以及手机电池充电的正确观念。内容会用大家都能懂的方式说明，帮助你避免踩雷，保护自己的资安和爱机的寿命。接下来我们会先讲解手机遗失时该怎么做，哪些错误千万别犯，然后再来聊聊手机电池充电的迷思与正确做法。赶快继续看下去，这些知识保证实用，又能让你安心。手机不见了，这6个字足以让人瞬间冒出冷汗。不仅行动通讯中断，生活不便，更麻烦的是，手机里记录的大量个人资料可能因此落入他人之手。联络人名单、照片、影片、社群软体对话，甚至各种 APP 里储存的账号密码、金融资讯、行动支付资料等，一旦外泄，可能带来财务损失和治安风险。你的信用卡可能被人盗刷，行动支付钱包被清空，个人身份资讯还可能被拿去做不法用途，例如办理贷款或进行诈骗等。可以说，手机掉了，严重时损失不亚于丢了整个钱包和钥匙。然而，面对手机遗失，很多人因紧张而采取了不恰当的第一步。常见的误解之一，就是一发现手机不见就立刻报警。报警当然很重要，但如果在发现手机遗失的第一时间只顾着赶去警局，却没做其他紧急措施，可能错失宝贵的黄金时间。毕竟从报案到警方展开调查，需要一定程序与时间，而歹徒可能就在这段时间内利用你的手机大肆取得好处。也有的人一慌乱，忘了手机其实可能只是掉在附近，或被好心人捡到，结果没先尝试简单的方法找回，白白虚惊一场。还有人因为平时没有开启手机的寻找装置定位功能，导致遗失后只能干着急却束手无策。以上这些都是常见的遗失手机处理误区。总而言之，手机遗失时最怕的不是东西找不回来，而是在找回之前，个资含钱财已经先一步损失光。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要做的其实不是报警，而是立即采取一些关键步骤来将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。接下来就一步步说明手机不见时正确的处理流程。当发现手机不见时，请保持冷静，按照下面步骤行动，将伤害降到最低。1. 尝试致电寻找。首先，拿起身边可以通话的装置，拨打自己手机的号码。这是许多人遗失手机时第一个想到的动作。如果手机只是遗落在附近角落或夹在沙发垫里，电话铃声能帮你迅速找到它。即使手机真的掉在外头，拨打电话也有机会让捡到手机的好心人接听，方便你联络取回。如果有人接起电话，态度友善，表示愿意归还，那真是万幸。赶紧约时间地点取回手机。如果一直没人接或电话关机，先别灰心，继续进行下面的步骤。2. 利用定位功能锁定手机位置。当拨打电话无法找回手机时，立即尝试使用智慧型手机内建的寻找装置定位功能。现在的手机几乎都有云端定位服务， iPhone 有寻找我的 iPhone， Android 手机上有寻找我的装置。你可以用电脑或其他装置登录相应的云端账号，远端定位你遗失的手机。如果手机上有电且联网，你就能在地图上看到它的大致位置。除了定位之外，这些服务通常还提供远端操作的选项，例如让手机发出声响，远端锁定手机，
甚至远端清除手机资料。如果你怀疑手机是掉在公共场所或可能被偷走，建议先远端锁定，防止他人解锁使用。必要时还可启动远端抹除功能。虽然这表示手机里的资料都没了，但总比落入陌生人手中安全。记住，这些功能必须平时就提前开启设定，才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。如果你的定位服务显示手机就在附近某处，不妨立即前往找寻，但切记独自贸然去和可能的小偷直接对峙，安全最重要。3. 通知电信业者挂失 SIM 卡，在尝试定位同时，务必尽快联络你的电信业者，向客服说明手机遗失情况，请他们暂时停用你的行动门号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你的手机号码也是一把钥匙，很多服务都绑定手机号。如果歹徒拿到你的 SIM 卡，插入另一只手机，就能冒充你的电话号码，发简讯或接收验证码，进一步重置你的各种账号密码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外，在你挂失之前产生的电话费用通常仍算在你头上，万一手机落入别人手里，对方狂打电话，也可能产生额外费用。所以尽快挂失停话，可以避免手机门号被冒用和经济损失。挂失 SIM 卡通常只需拨打电信客服专线，或透过线上服务办理，手续相当迅速。在此同时，你也可以通知身边亲友你手机遗失了，避免有人利用你的号码联络亲友行骗。如果有陌生人用你的号码发出可疑讯息或 LINE 请求汇款，你的亲友也会提高警觉，不会误以为真的是你。4. 远端保护重要账号与支付工具。手机遗失后，尽快保护你在手机上的各种账号和付款工具。首先，如果你有使用 Apple Pay、Google Pay 或其他行动支付绑定了信用卡或金融卡，应立刻设法将那些支付资讯从遗失的手机中移除或停用。例如，透过苹果的 iCloud 网站，你可以将遗失 iPhone 上的 Apple Pay 信用卡删除。对于绑定金融卡或银行账户的支付 App， 则应登录相关账户或联络银行客服挂失，避免歹徒有机可乘。事实上，专家也建议尽量不要将银行账户直接绑定在手机支付系统上，因为一旦手机落入歹徒手中，对方可能几秒内就把你账户的存款转走。相对而言，绑定信用卡较为安全，因为信用卡有额度限制，且盗刷可以挂失争议。除了行动支付外，各种重要应用的账号也需要立即处理，像是社群、媒体、电子邮件、网络银行、通讯软体等等。如果这些账号在手机上是处于登录状态，应该设法远端登出或更改密码。很多服务提供装置管理功能，你可以在其他装置上登录账号后，查看已登录的装置，将遗失的手机从中移除或登出，同时立刻更改主要账号的密码，并启用2步骤验证，防止不肖人士利用你手机上的残余资讯登录。总之，这一步的目标是切断遗失手机对你数位生活的所有存取权限，把可能的治安风险降到最低。5. 携带手机资料向警方报案。完成以上紧急措施后，这时再前往警局报案会比较妥当，带着可以证明手机身份的资料去报案，例如手机的 IMEI。IMEI 是每只手机独一无二的识别编号，就像手机的身份证字号。警方如果要协助追查手机，通常需要你提供这个号码。IMEI 可以在手机包装盒上找到，向警方报案时，清楚说明手机遗失的时间、地点、环境，比如在哪里掉的，周遭有无监视器，手机外观特征等。警方会做笔录，提供报案、3联单等文件。如果是被偷窃，警方可能调阅监视器追查。如果纯粹遗失，警方也会将你的手机 IMEI 登录在失物系统中。台湾有识得物整合资讯平台，你可以输入 IMEI 码，查询是否有警局或好心人捡到你的手机送交警方。报警除了协寻，也是一种官方备案。万一有人拿你的手机去做非法的事，有报案记录在，可以证明你不是共犯，保障自身权益。另外，报案记录对于后续向电信申请补发 SIM 卡或向手机保险理赔也很有帮助。上述5步骤可以概括为先自救后求助的原则，先用电话和定位找机会找回手机，再立即封锁手机的通讯与数位门户，
最后才报警处理法律层面的事。很多人在第一时间的直觉顺序可能反了过来，以为丢了手机第一件事就是报警求助，但其实前几分钟你的自主行动更为关键，等你都处理妥当后再去警局也不迟。当然，若你怀疑手机是被偷走，也可以第一时间就报警，但报警的同时，以上那些远端保护措施也应同步进行，两者并行最理想。千万不要报警了却什么都不做，坐等警方通知，这段期间可能养肥了不肖之徒。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先保护资安和财物？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案例，就知道其中厉害。有曾经发生过有人手机遗失后，因为没有立刻挂失电话号码，结果歹徒将他的 SIM 卡装到别的手机上，利用通讯录发送讯息给机主的亲友，谎称自己急需用钱，害得好几位亲朋好友误以为真，差点上当汇款。也有案例是手机里绑定了行动支付和银行账户，机主一时大意没有移除卡片或通知银行，结果短短几分钟内银行账户的钱就被转走，造成直接的财产损失。还有不少人因为手机没有设置密码锁或生物辨识，手机遗失后别人可以直接进入主画面查看隐私，导致个人照片、联络资讯外流，甚至被不法分子拿去在暗网贩售。这些案例听起来都触目惊心，但其实都有机会透过正确的紧急处置来避免或减轻损害。因此，汲取这些教训，我们平常更应该提高警觉，做好预防，预防胜于补救。建议平时就先做好几件事，降低手机遗失后的风险。第一，务必为手机设置锁定密码，启用指纹或脸部辨识，确保手机落入他人手里时不易解锁。第二，经常确认寻找我的手机等定位功能已开启且运作正常，这是找回遗失手机的利器。第三，重要账号和 App 尽量设定2步骤验证，即使手机外流，别人也很难仅凭手机就登录你的账号。第四，不要在手机上储存敏感资讯没有备份，像是密码清单、银行存折照片等。如果需要保存，也请使用加密的方式或专门的密码管理工具。第五，考虑为 SIM 卡设置 PIN 码，防止 SIM 卡被他人擅自使用。最后，定期备份手机资料，万一真的得远端抹除手机资料，至少还有备份，不至于损失所有珍贵资讯。做到以上这些，即使哪天真的不幸手机遗失，你也能较从容的应对，不会手足无措。小结一下这一部分，手机不见时，第一步真的不是报警，请记住，先远端自救保资料，后报警协寻保权益的顺序，迅速行动，保护好自己的资安和钱财，比事后懊悔要强得多。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助大家在紧急时候减少损失，甚至成功找回爱机。接下来，我们暂时把手机找回来放一边，换个角度谈谈另一件跟大家每天都相关的事情，手机电池的充电习惯。别走开，这可是攸关你手机寿命的大事哦。你是否也曾被各种充电秘诀搞得一头雾水？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手机电池充电的说法，有些其实是过时的观念或迷思。举例来说，不少长辈会嘱咐，新手机第一次要充满12小时，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。事实上，这是老旧镍氢电池时代的做法，对现代智慧型手机使用的锂离子电池来说并没有必要。还有人深信一定要等电量快没了再充电，不要一直插着充，害怕频繁充电会损害电池，或者觉得电池有记忆效应，需要定期完全放电校正。其实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，不需要刻意用到0%再充，相反的，过度放电反而伤害电池。另一些常见迷思包括充电时不能使用手机，否则会爆炸啦，快充会把电池充坏啦，甚至边充电边用，等于慢性杀电池。面对众说纷纭，我们究竟该怎么正确对待手机电池呢？接下来我们就从锂电池的原理特性谈起，一一破解迷思，建立正确的充电观念。现代智慧手机几乎清一色采用锂离子电池作为电力来源。了解锂电池的特性，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某些充电方式好或不好。首先，锂电池跟过去的镍镉、镍氢电池不同，不存在所谓的记忆效应，也就是说，你不需要每次都把电量用光再充电，
随用随充并不会让电池记不住完整容量，锂电池反而怕过度放电和长期满电状态。每颗锂电池在制造时设计都有一定的充放电循环寿命，一般约在500次完整循环左右。这里的完整循环指的是从 100% 电量用到 0% 算一次，但如果你每次都只是用掉一部分就充电，比如用了一半就充回满电，那2次这样的 50% 放电加起来才算一个完整循环。也就是说，将电池多次小放电、小充电累积起来的总放电量才等于一次完整循环。因此，你不需要担心频繁充电会浪费循环次数，相反，地适当的少量多充，对电池比较友善，总比一次用到见底再充对寿命更好。锂电池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对电量区间与电压很敏感，当电池接近满电时，电芯处于高电压状态，长期处于这种高电量高压状态，会加速电池老化。同样地，当电池电量极低时，电池电压过低，也会对电池材料造成压力。因此，锂电池最健康的充电区间其实是在中间的适当范围。很多研究和厂商建议尽量将电量维持在大约 20% 到 80% 之间，使用是比较理想的。当然，实际使用中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刚好，但至少不要长时间让电池处于太低或太高的电量状态。如果电量掉到 20% 以下，就可以找机会充电，而充电也不一定要每次都充到 100%， 充到约 80% 或 90% 其实就够了。除非你接下来需要外出长时间不用插电，才需要充满以获得最长续航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高温是电池的头号杀手，无论是充电过程还是高负载使用，都会让电池温度升高。温度过高会加剧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，使电池容量损耗得更快。这也是为什么边充电边执行大量运算，例如一边充电一边玩高画质游戏的情况下，手机发烫，长久下来对电池寿命不利。避免电池过热，保持良好散热，也是保护电池健康的重要一环。综合以上，锂电池的寿命取决于充电循环次数和使用条件，如电量范围、温度。一般来说，使用约2年后，手机电池的最大容量可能只剩下原先的 80% 左右，这是正常的化学耗损，无法完全避免，但透过良好的习惯可以尽可能延缓。下一段我们就来谈谈哪些是正确的充电方式，能够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。很多人每天睡前插上充电器，早上起来看到电量 100% 才觉得安心。然而，正如前面所说，长时间将电池维持在 100% 的满电状态，其实会加速它的老化。当手机充到 100% 后，并插在电源上，其实电池并非完全停止工作。由于手机待机也会缓慢耗电，充电器会不断补充电力，让电池维持 100%。这种状态下，电池电量会在 99% 100% 之间反复拉扯，电池电压一直处于高档，等于让电池一直压着满油，久而久之对电芯材料是一种压力，有点像是人体一直维持在饱餐后的状态，不利于健康。因此，如果条件允许，手机电池不需要每次都充到 100%。例如，你可以养成充电充到 80%、90% 就拔掉的习惯。很多笔电甚至提供设定只充到 80% 的模式来保护电池。手机方面，苹果的 iPhone 有内建最佳化电池充电功能。当你习惯长时间充电时，系统会自动学习你的作息，在前期先把电池充到大约 80%， 暂停充电，等到你平常要起床前再充满至 100%， 以缩短电池处于满电高压的时间。一些 Android 手机厂商也有类似的充电优化功能，或提供充电上限设定。如果你的手机有这类功能，建议将其打开，减少长时间 100% 充电对电池的伤害。那是不是以后都不能充满？其实也不必过度紧张，偶尔因行程需要将电池充满 100% 是没问题的，只是不要长期，每天都让电池一直充到满。最佳做法是根据你的使用情况灵活调整。如果当天需要长时间外出，尽管充满以备不时之需，但若日常作息中 80% 的电量其实已经够撑一天，上班时顺手补个电，就没必要每晚死命充到 100%， 这样不仅爱护电池，也节省一点电费呢。
综合专家建议和锂电池原理，我们可以归纳出几条日常充电守则，帮助延长手机电池的寿命。随用随充，避免过度放电，不要等电量掉到极低才充电，最好在电量约剩下 20% 到 30% 时就开始充电。长期把电池用到自动关机对寿命不好，偶尔一次还行，但不宜经常如此。相反地，平时只要电量不高，有插座方便就可以充一会儿，养成少量多次补电的习惯，不必每次充满 100%。 如前所述，没必要强迫阵地每次都充到完全满格，充到 80% 或 90%， 其实就足够应付大多数日常需求，而且对电池健康更友善。如果你习惯睡前充电，又没有最佳化充电功能，可以考虑设置闹钟半夜拔掉，或者使用定时插座，让充电器在充电一段时间后自动断电，避免整晚满电状态。使用原厂或优质充电器与线材，充电设备的品质很重要，尽量使用原厂附赠的充电器和充电线，或可信赖的大厂牌认证配件。廉价劣质的充电器可能输出电压电流不稳，充电时容易造成电池过热或充不饱，长期下来损害电池。好马配好鞍，为了你的昂贵手机，别省那点小钱去用来路不明的充电头或线材。充电时避免高负载使用手机，一边充电一边打手游、刷剧，这是很多人的习惯，但这种行为会让电池一边进行充电一边放电，电流进出同时发生，导致电池温度上升更快。长时间边充电边重度使用，电池温热甚至发烫，不但加速老化，还可能有安全隐患。建议充电时尽量让手机休息，至少避免高画质影片播放或游戏等重度运算。如果非用不可，也请留意温度，必要时拆掉厚重的保护壳，帮助散热，保持适当的使用温度。如同前面提到，高温对电池最有害，充电时请置于阴凉通风处，不要盖被子或放在高温环境下充。天气炎热时，避免将手机长时间留在车内或太阳下暴晒。过冷的环境对锂电池性能也有影响，但主要是暂时性，倒不至于永久伤害。相对来说，高温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，所以为了电池寿命，让手机远离高温源，包括远离火源、暖炉，充电时别塞在枕头下等等。适度校正电量计，有时你可能听说需要每月一次完全充放电以校正电池。对锂电池本身而言，不需要刻意完全放电，但电池电量计随着使用可能变得不准，偶尔让电池完成一次从满到空的循环，可以帮助校正显示。建议大约每3个月左右，可以选一天，让手机电量从 100% 用到自动关机，再一口气充到 100%。这操作主要是校准电量显示的参考点，不宜太频繁，以免徒增不必要的循环压力。以上守则听起来或许繁琐，不过其实大多数都是简单易行的小习惯改变。总的来说，原则就是避免极端，适中最好。只要注意这些，手机电池通常可以保持较好的健康度，陪你更久。最后，我们用问答方式来快速破解几个常见的充电迷思，加深印象。迷思1：新手机要先充电，12小时开通电池。事实错，锂电池不需要初次长时间充电，那是以前老式电池为了活化需常充的做法。现代手机电池出厂时，通常已有 50% 左右电量，拿到手直接用日常正常充电即可。迷思2：每次都充满 100%， 电池才有记忆，不会越用越小。事实错，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，不需要满充满放来记忆容量。相反，经常充到 100%， 反而会让容量衰减更快。正确做法是按需充电，避免长期满电压状态。迷思3：手机电量要用到归零关机再充，对电池比较好。事实错，过度放电有害无益，电量过低，尤其 5% 以下，继续使用可能导致电池过度放电，电压过低，伤害电池寿命。最好在剩余 20% 左右就充电，不要频繁用到自动关机。迷思4：边充电边玩手机，会让手机爆炸。事实一般情况下不至于爆炸，因为正牌手机和充电器都有保护机制。
但边充电边用确实会提高温度，加速电池老化。极端状况下，比如使用劣质充电器，电池已有缺陷再过热，可能导致电池故障甚至起火。所以充电时还是少操作，高温时休息比较安全。迷思5，使用快充会损坏电池。事实，快充技术本身不会立即损坏电池，但因为快充在短时间内输入大电流，充电过程电池温度相对较高，长期频繁快充可能稍微加速电池衰退。好消息是，正规厂商的快充都有严格的温控含分段充电设计，把影响降到最低。如果你有时间，偶尔用普通充电模式充电可以更温和，但日常使用快充无需过度担心，毕竟方便性也很重要。透过以上解答，相信你对手机充电的迷思有了全新的认识。简单说就是，锂电池喜欢温和的对待，不要让它太累，也不要一直撑着吃太饱，温度舒适最开心。讲了这么多，让我们回顾重点。手机不见时，第一步不是报警，而是先保护好资安与财产。该打的电话，该远端登出的账号一样不能少，做足自救再报警，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。平时养成预防措施，让手机就算一时不见了，也不至于人财两失。至于手机电池，别再迷信那些老掉牙的说法了。正确的充电习惯其实很简单，保持电量不要太低，也不要老是100%，避免过热，适时充电。这样一来，你的电池健康度会更持久，手机用久了依然电力满满，不会一下子就没电，甚至还得花钱换电池。希望今天分享的这2大主题对你有所帮助。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手机，我们更应该聪明地保护和使用它。不管是防范遗失风险，还是爱惜电池，都是在为自己的财产和便利多一层保障。下次再遇到相关情况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做。也可以把这些知识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，让大家一起避免踩雷。记住，危机发生时冷静应对，日常使用中养成良好习惯，你的手机就能陪你安全又长久地走下去。祝大家都不会用上遗失手机的应变步骤，但有备无患总是好的。也祝大家的手机电池都长命百岁，天天保持旺盛电力。